要不要出口杯？比赛有谁？很多厉害的呢。我们来自不同地方，拥有不同身体。在这球场，我们说同一种语言。棒球让梦想无碍，创造平等的梦想舞台。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加入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收看2025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冠军赛，要由雄霸盲棒队来交手夜魔侠盲棒队，这也是今年出口杯最后一场的赛事了。今天是2025年8月24号，我们在新北市的树林鹿角溪身障棒垒球场来看到现在这边的天气温度35度但其实体感温度有来到41度这么高啊！真的不管是选手还是所有的工作人员、志工以及裁判老师们，都要好好注意一下身体的状况，多补充水分哦。那现在来到今年出口杯视障组的最后的冠军赛了。这场比赛我们相当的开心的邀请到我们中华民国身障棒垒球协会的理事长，也是刚刚前面宣传片我看到相当帅气跟陈伟杰传接球的理事长潘伟杰来担任球评，以及我们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伙伴，还有我林柱来一起为大家转播服务。理事长好。主播好，大家好。对，那真的是理事长也辛苦了，真的，因为今年的出口杯是从多元组跟我们的视障组来混合，连续2个礼拜的周末来举办哦。对。那现在终于来到视障组的最后一场赛事了，那会由夜魔侠来对上雄霸队的交手啊。那当然也期待这场都来到最后一场比赛之后，能够顺利的圆满完成哦。对，其实一直以来，每次盲人棒球的部分，冠军都是雄霸，是他们还没有输过哈，是，所以这一次他们夜魔侠有跟我说，他们这次一定要抢夺冠军，所以这一场我相信一定会非常的精彩。对，尤其在前面预赛昨天的比赛，夜魔侠跟雄霸交手，夜魔侠是以4-2赢下了比赛，我感觉今年却是来势汹汹，有备而来啊。那就来看等等冠军赛两队最后的交手状况如何。那在稍早新北猎豹跟闪电的季军战，哇，也是打得相当的激烈，打到了延长加赛7局分出胜负，是闪电拿下了胜利，拿下了今年的季军哦。那现在我们也来看现场画面，来看两边的出赛的选手的出场介绍。谢谢。第5棒是我们的11号李廷信。哇，太兴奋了，谢谢你，好，赶快回去。其实他们听到有转播都非常开心，一直以来他们都很希望他们的这个在打棒球的这个努力跟坚持可以给更多人看见这样。对，其实以视障棒球来说，在台湾真的其实发展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还要久就是根据查到资料，大概在1995年，整个盲人棒球就有被引进台湾，就是源自于美国所发明的盲人棒球运动那其实台湾过去也蛮多次有出国参加比赛，甚至有在2004年到2006年，我们在世界杯盲人棒球锦标赛，我们是拿下了3连霸。对，那非常棒的成绩哦。其实我遇到他们，其实大概是在2019的时候吧。是。那大家看到这个球场，就是我们的全台湾第一座的身心障碍的棒球场。是。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要盖这个球场的时候，就认识到我们有一位叫做赖嘉欣老师。是。然后他就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努力，然后发展这件事情？那我当然好啊，因为毕竟我们是做身心障碍棒垒球运动的。是。那我也是第一次，我那时候就第一次去看他们练球，我说哇，真的台湾还有这样的运动，然后我甚至蒙着眼睛下去跟他们做跑垒跟打击。是。那所以在那一次的相遇之后，我就毅然决然的决定，好，我们也来一起推动台湾的台湾的盲人棒球，然后让它可以蓬勃发展这样子。对，其实就像理事长刚刚所提到，我们现在新北市树林区的鹿角溪身障棒垒球场，真的是台湾第一座，目前也是唯一一座为了整个身心障碍者，我们身心障碍朋友们建立的专属的棒垒球场确实跟一些大家比较印象中的习惯的棒垒球场也比较不太一样就可以看到场地全部都是由草皮所组成主要也是来让大家在跑垒跟在场上的移动时候有更好的安全性的部分
那其实一开始我们在要争取这座球场的时候，其实一开始政府也蛮讲说，那个有办法有那么多人口嘛？但是后来没想到，其实我们到今天我们的假日其实都已经排满了身心障碍朋友在这边打棒球。是，对，也是让大家提供非常好的一个假日能够持续来接触棒球运动的一个比赛的机会。对啊，不然我们以前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是打肢体障碍棒球，是。那其实我们以前到处是只能用那种4点到5点的那个时间去打棒球，因为人家那个没有空下来的球场嘛，对不对？是。好，那这边要来看到一局上半要率先进攻的雄霸盲棒队的先发打序，第一棒是26号的陈建明，再来是99号的何昌汉，66号的陈建福，14号的许荣忠，11号的李提旭，以及83号的王兆熙。雄霸队就像理事长前面提到的，都是过去几年的冠军哦。再来看到夜幕侠的守备阵容，24号的张瑞宏，22号的蔡存佑。81号的于自成，18号的梁耿进，58号的蔡梦璇，以及39号的郭义伦。那其实我们一直以来，今年我们其实也办了3、4届了，是。然后每个月都会帮他们做一些培训啊，找教练来啊，然后去教他们，指导他们怎么更精进自己打棒球什么的。那其实，在雄霸跟夜魔侠都有蛮多的选手去参与我们办的这个活动，是，所以能够看到他们其实在这边，更成长了，然后球技也更精进，然后又看到他们现在要对决，其实蛮兴奋的。对，那这边来看到现在雄霸进攻的派出的投手是背号19号的宋展宇。那这边可能还比较不是很熟悉我们盲人棒球规则的观众朋友，这边也可以再稍微为大家说明一下。其实，在进攻的时候，投捕就是进攻方的队友派出来，跟我们直观的认为的棒球比赛，投手是要跟打者对决不太一样。盲人棒球，你的投手是你的队友，投手的任务是要想办法让你很好的将球给打击出去哦。对，所以他的 K 率越高，表示这个投手越不好。对。我第一球都成功打出去，但是先落在了界外的位置，左半边方向的界外球。你可以看到场地上跟一般大家比较熟悉的棒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这个垒包只有1垒跟3垒，那是由绿色被称为垒柱的方式。上面会有蜂鸣器，所以在打者打击出去的时候，蜂鸣器会响哦，打者就要第一时间靠着听觉来辨位，来往垒包冲刺。那只要有在球被接杀之前触碰到垒包，就是直接得分，并不会有停留在垒上有垒间要来跑垒的问题哦。那再补充一下，其实还会有一个控垒员呐。是。对，就是他在挥棒的时候会有一个控垒员，他去控制1垒或者是3垒的垒包去响，然后他会随机去跑这个垒包。对，这个响是随机的哦。所以其实打者必须要在打到球之后，你要瞬间判断是要往哪一边去移动哦。对。那在球数的部分是采取4好球的4阵制哦。等于是你要在第4颗球，如果也是完全挥空没有碰到球的情况之下，那就是出局哦。来，球数来到3个好球，结果这边还是挥空，所以雄霸盲棒队一局上半第一位上场打者是最后4阵出局，1人出局。其实因为前面我们的蒋平老师也是投手出身，就有讲到以盲人棒球来说，投手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哦。对，其实真的很难呢，因为我自己下去投，你要怎么样？每个人的打者的习性跟他的挥棒的角度都不同，那你怎么样去让他打得到？这个是非常困难的。是，对。那现在雄霸盲棒队在一局上半第2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99号的何昌汉。这边也可以看到打者其实都会有在蹲下来去摸本垒板的动作，来确认自己在打击区的位置。而且这个运动非常需要志工的帮忙。是。那不管是上场下场，其实都需要一个志工去引导或者是带领他。那或者是在跑垒的时候，也需要志工带着他们下场。是。其实对，就其实在先前的比赛就也都可以看到，在打者上场跟下场的时候，都是有志工朋友或者是队友之间来引导协助哦。
当然也是非常感谢每位志工的热心参与。哇，这球成功打进去，来看一下，哇，有没有守备的机会？哇，结果穿出去，有没有及时的抓起来呢？来看一下，哇，这边是成功4F， 应该是成功抢下分数喽。这里99号的何昌汉一局上半率先帮助雄霸队抢下分数。透过这个角度重播，再来看一遍这球，打出去右半边方向。这边虽然扑下来，没拿到。对，哇，很接近啊，差一点点。我们盲人棒球的守备规则，你在完全掌控球之后，球必须要离地，并且离开守备员的身体。要不将球给高举起来，才能算是整个接杀完成哦。但刚刚真的是差了一点点啊，非常的可惜，也很刺激啊。不过雄霸队一局上半还是率先拿下分数，先取得点，现在1-0的领先。先听一球了哦。是。继续打击轮到背号66号的陈介甫。这球成功打出去，哇！又越过警戒线，越过防守圈，有没有机会呢？这里碰到球，哇！这里成功将球给高举起来，是个守备成功接杀出局。其实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啊，都会跟他们说，你们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手套，它跟真的棒球不一样。棒球是我们用手接，但他们身体就是一个手套，他们怎么样把自己的身体把那个球挡下来，把它拿起来，这是重点。对，刚刚看到最后接球成功的是夜魔侠背号39号的郭义伦哦，非常漂亮的守备，现在让雄霸在一局上半2人出局。打交轮到背号14号的许荣忠。那雄霸其实成员基本上都来自高雄，是，对，他们是高雄的雄霸队，然后都特别从高雄特地上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盛会，也是相当的不容易哦。但这也就表示，哇，其实全台湾真的盲人棒球参与的人数真的蛮多的哦。对啊，就连高雄也有球队这样子。哇，这边的挥棒都稍微比较早了一些哦。背号14号的许荣忠，现在一局上半2人出局，这里再确认一下投球的位置。还有 timing。但这挥棒还是太早了一些，可能要再调整一下哦，去更精确的掌握球进垒的时机哦。还是挥空，这下最后也是4阵出局，这个半局结束，但雄霸盲棒队在一局上半就有分数进账，现在取得1-0的领先。一局下半，轮到我们夜魔侠的进攻，第一棒出来的是我们的梁耿进。欢迎回来，继续透过我们的直播来收看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冠军赛。来看到进攻的夜魔侠棒球队的先发打序，第一棒背号18号的梁耿进，再来蔡纯佑、郭一伦、吴自全、张瑞宏以及蔡梦珣。其实梦珣是一个很可爱的那个小女生啊，是。她的每次我们参加我们的课程啊，或者是在训练的时候，她都说
我一定要再次参加，是，对，然后每次都很大声的说，每次我都要来，我一定要全勤，是，对。那雄霸队刚刚一局上半就分数进账，现在来看到夜魔侠在一局下半的反击。至于他们的先发投手背号35号的陈香瑞选手，其实就是我们前面2场比赛来担任我们的球评老师哦，可以说是经验相当丰富的一位盲人棒球的投手哦。过去也是多次有代表我们台湾来出国比赛，有相当丰富的出赛及执教经验。哇，低球成功打中，又超出了有效区。哇，现在第一拍落地，哇，最后成功得分。是。然后18号的梁耿进上场，马上就为夜魔侠把分数给扳平。现在一局下半1-1的平手。刚刚才讲到梁耿进，其实昨天在2个打席都差了一点点就打出全垒打。是，对。哇，这球也是打得相当不错。那个强劲滚地球穿越出去，跑垒也非常的准确哦。球棒碰到球之后，就完全笔直的往垒高冲刺。其实，在前面的比赛也有看到有蛮多的球员在打击上，其实感觉挥棒的整体能力都还不错。我先来看这球打进场内之后，守备方面没有机会，哇！但第一时间漏掉了，还没找到球的位置，这下夜魔侠又得分了。哇！连续2棒都成功抢下分数。刚刚得分的是20号的蔡存佑哦，打向右半边方向。雄霸这里哇，感觉手背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做出比较精确的判断哦。接着让夜魔侠2-1的领先，而且没有人出局，打击轮到郭奕伦，在刚刚一局上半有个非常漂亮的手背表现。他其实出口杯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把多元组跟视障组做融合，是。一直以来都一个办在3月，一个会办在10月这样子。但是后来今年就想说，其实我们应该把它融合起来，才能够做最大的共荣跟发声。所以就连续2周的比赛，那老天，先看一下。然后这球打进场内，哇，第一时间碰到之后，哇，最后这样应该是来得及哦。好陡啊！对，是成功的守备。雄霸队背号26号的陈建明。让夜魔侠一局下半的进攻，现在1人出局。我们透过2个角度的重播再来看一下，就打击出去之后，其实冲刺也相当的到位啊。但守备方非常的快速，就将球给处理了起来。对，确实是奥斗没有问题。老天其实也很给力了，对，给了我们2周的好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天气，尤其我自己印象也相当深刻。当然，上个礼拜也很荣幸的是也是担任这个多元组赛事的主播的工作。其实，在前1周整个台北的天气，哇，真的是非常的阴晴不定，而且有时候下雨是那种非常暴雨的状况。对，那个时候真的吓死人了。对，但结果现在是连续2周。非常好晴朗的天气啊！但当然，对不管是选手或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说，那就是一个要来抵抗炎热的考验啊。对了，但至少还是比下雨来得更加的理想，让我们赛事能够顺利的举行。真的，其实我们每次办一个赛事，其实都要需要很多的人一起帮忙的。是。那其实不包含了我们自己协会的人员之外，其实还有我们南港志工团啊，或者是救国团啊，甚至是女棒协会啊等等的，他们都会来支援。甚至之前有看到我们在旁边的更新护校，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玉林的应援团，他们都会来一起共襄盛举这样的比赛，然后共同出一份力，让大家的声音可以给更多人看见。对，真的也很感谢多方的帮忙，因为毕竟要举办一个杯赛，真的相当的不容易。那尤其出口杯到今年，哇，又是迈入第11届了。尤其今年规模这么盛大，是将多元组跟视障组联合举办，连续2周，真的也是相信每一位工作人员都相当的辛苦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付出，让比赛都能够顺利的进行。
我看到这球挥得很大力，但是挥空，那也形成了出局。夜魔侠现在一局下半2人出局。背号81号的于自成哦，稍微可惜了一些，在击球的时机上并没有掌握好，现在2人出局。打劫继续要轮到背号24号的张瑞宏选手。这边也可以看到，裁判都会协助让选手来先确认一下垒包的位置哦。差一点。对，这个挥棒感觉是属于比较平的挥棒啊。这时候也很考验投手能不能精确的把球丢到打者比较习惯的打击位置啊。但目前连续2球都挥空2个好球，这球还是差了一些哦，还是挥空。投球的是背号35号的陈香瑞，基本上也是夜魔侠棒球队的教练哦。通常这种盲人棒球队，往往投手也会来身兼教练的角色。对，也是队上的明眼人的选手啊。这运动最特别就是它是明盲合作啦，是，对，不管投手、捕手跟观测员全部都是明眼人。对，但这球还是挥棒落空，也形成3人出局。但夜魔侠一局下半也有所进账，现在比分来到2-1，是由夜魔侠取得1分的领先。欢迎回来，继续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收看第10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冠军赛。这场由雄霸盲棒队来交手夜魔侠盲棒队的冠军争霸。前面一局打完，两边也是有来有往哦。第一局两边都有分数进账，目前夜魔侠取得2-1的领先。这边也提醒我们观众朋友，可以透过我们中华民国身障棒垒球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还有动资 Sports 以及 Hub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都可以来收看我们今年出口杯赛事的转播。那其实我们协会其实在这样推动，我应该说我们推动视障棒球这个运动，其实已经迈入了要到15年了。是。对，那我们现在其实本身也有3个组别，一个是身障组，一个是视障组，然后一个是身心障碍的棒球组。是。对，然后后来我们愿景啊，未来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成立，大家看一下发布。对，所以我是界外。对啊，我们愿景是，未来这些人我们集合起来，给它变成一个大联盟。是。里面可以从小到大，不分任何障别，他们都可以在这边去找到自己的出口。对，当然也希望我们参与的人口越来越多，从基层开始推广。你有一定的人口基数，那随着比赛次数的增加，那自然而然的选手的强度也会跟着有所提升哦。对，那慢慢的我们才能够接轨国际，甚至在国际上面才能够在身障棒球上面有更好的表现。对。现在2局上半，雄霸进攻在打击区的是背号11号的李廷旭，投球的依旧是背号19号的宋展宇。另外觉得很棒的一点是，也透过这样的比赛，其实也可以让不管是我们身障的朋友，或者是视障的朋友，其实你等于有办法让大家找到另外一个生活重心哦，可能去更多的参与，可能走到户外来运动哦，认识更多朋友。那现在看到这一球，哇，打到有效区内，防守非常的卖力扑下来，哇，最后来得及成功接杀。夜魔侠背号24号的张瑞宏哦，这个守备非常的精彩，1人出局。
哎呀，跑垒到皮带都断了。是哇，也是很拼啊！再来看这球，打到之后，立刻冲了出去。但守备这边还是快了一些，对，确实跑到一半皮带就掉出来了。一人出局，雄霸队接下来进攻，轮到背号83号的王兆熙。这里再确认一下本垒板的位置。一人出局。哦，这球也成功达到右半边方向，有过警戒线，守备这里有没有机会呢？哇，来得及！哇，很一败呢哦。对，非常接近哦，但还是来得及，最后是接杀出局。再透过重播看一下这一球。哦，投手有闪。对，投手确实的闪掉哦。同队的投手是要去避免碰到球的，不然就无效球了。是，甚至如果被判是刻意去碰触的话，就是妨碍守备哦。但最后这球虽然说也奋力的冲向垒包啊，但还是守备方的速度更快了一些。你刚刚看到我们星光志工其实也陪伴了我们这样子训练了半年了，夜魔侠跟闪电跟雄霸这样子。对，了解。我来看这球打的感觉相当不错，守备方有没有机会？然后两个人撞在一起。对，最后这样是得分哦。雄霸26号的陈建敏，在2局上半就贡献了关键一击哦，适时的单打，又帮助球队抢下分数。以守备的角度来看，夜魔侠就稍微可惜了一些。第一步没到位。对，那后续两个人反而抢在一起啊，但现在是形成了2-2的平手。冠军赛果然不一样啊！对，你来我往，非常的刺激哦，你一拳我一拳的，互不相让。2局上半两人出局，现在2-2平手的情况。雄霸这边打交轮到背号99号的何昌汉。其实我们在维护这个场地也是不容易的，是因为对于视障朋友来说，他们可能必须要非常平的地，然后草也要很短，在他们铺上去才不会才比较安全。是，对，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去割草啊，我们用人力，我们以前还会买那种小用杯式的，然后割一次全场的草，大概就花了8个小时左右。哇，真的非常的辛苦哦。所以等于是协会自己要派人来定期的去做管理，这样子。对，就不单单只是说，就是只有球场，然后有人管理，而反而是我们要更多的维护跟养护它，才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环境可以打球。确实，哇，这球打得很不错，但是拉得稍微多了一些，除了界外。真的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平时辛苦的维护哦，所以才能够让大家能够有这么好的场地可以来进行，真的是规模非常盛大的多元族群的棒球赛哦。尤其对我们的视障朋友来说，能够有这样子的比赛舞台，真的也是非常的难得。对啊，那个时候其实要盖这个球场的时候，到处大家都说他们都没有一个自己的家啦。是。那真的盖成的时候，他们就说：“哇，我们终于有个家，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专用的这样子。”好，回到比赛场上，现在3号球了，哇，结果是个挥棒落空，背号99号的何昌汉。也成为雄霸这个半局的最后一个出局数，但他们在这个半局还是有分数进账，现在就把比赛追成了2-2的平手。
叶普后转。欢迎继续透过我们的直播来收看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冠军赛。这场由夜魔侠跟雄霸的对决，真的是有一边得分之后，另外一边马上就会跟进啊！现在就是2-2的平手，比赛要来到2局下半，夜魔侠盲棒队的进攻。哇，换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提的那个孟勋了。是。对，好，58号的蔡梦勋选手。场上投球的还是35号，也是有先前担任我们球评讲评工作的陈湘瑞选手，也是蛮有趣的。他的球衣后面写着发球机啊，他就是他的他就重点就是要让他们打到嘛。也是想要让自己的投球就跟发球机一样，让打者好打哦。整个盲人棒球的投手跟打者会是同队的队友。投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打者能够更轻松、更好的去来击球哦。2局下半，夜魔侠的进攻。哇，这球蔡梦勋感觉挥的稍微偏差多了一些哦。好球！整体的挥棒的时机感觉都是偏早了一点。其实你看他们来练球的时候，其实夜魔侠的基地就在这边嘛。是。那他们来练球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真的很热血。是。对，一群人这样一起1、2、3扑，哇，你就看到一排的人扑在地上，然后练习怎么样把自己变成一个手套，这样。是。对。对，确实这个扑垒也是有很大的学问在里面。你除了要扑得对之外，我觉得另外在先前看到比赛当中，球评老师有转播的时候有谈到啊，其实你扑的第一条件是你要选手必须要想办法先保护自己哦，要在避免受伤的情况之下去尽可能的把球给拦到哦。不过最后蔡梦勋这个打击是没有办法将球给敲出去哦，4个好球，最后吞下了4振，等于是1人出局。继续打球轮到背号18号的梁耿进，在前一轮一上来就有表现，就帮球队打下分数了。耿进现在也是夜魔侠的领队了，是，对他们1年一任这样子。是。对，他也处理了很多的行政啊、公关事务。那除此之外，他自己很要求自己，然后甚至会开菜单给团队去做训练。哦，了解。因为他以前是田径选手。是。对。哇，看起来是有人拉伤了，是不是？哦，对，这边来看到守备这边雄霸的成员，感觉身体有点状况哦。背号99号的何昌汉。现在我防护团队上场来处理一下他的身体的状况哦，可能是在下背部不太舒服。现在可以看到防护员拿着这个冷却剂先喷了一下哦，喷一下肾上腺素又会再起来。是，应该是没有大碍了。现在是持续的留在场上，先做个简单的治疗啊。当然，这个比赛还是希望每一位选手都能够健康的完赛，这是最重要的。真的。2局下半，夜魔侠的进攻1人出局的情况之下，是由背号18号的梁耿进要来打击。刚刚理事长有提到啊，过去也是田径选手出身哦。对，那整体的运动神经应该是非常的不错。听说他都很要求自己，他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自己重训啊，锻炼2个小时这样。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哦。那就来看，现在来到关键的比赛，能不能把训练的成果给有效的展现出来？刚刚第一次打击的时候，就确实的有为球队打下分数了。猛力的进攻，对，挥得很大力哦。
不过刚刚投球是稍微低了一些。哇，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其实投手离打击区的距离真的是蛮近的，所以刚刚前一场比赛又有发生投手就被打者强袭球直接打到的状况，真的是想闪都来不及啊！那距离大概只有6公尺。对。之前我也在上面投，那个球过来真的反应不过来。是这个心理压力应该真的都会蛮大。哇，这球打得很猛，打向左边，不过是出了界外。哇，可以看到梁耿敬选手真的打完这个冲刺的动作，确实跟一般有些选手是不太一样的，看得出来整个跑步的状态非常的理想啊。果然是过去是真的是练家子哦。不过现在球数上是对于打者不利的劣势哦，3个好球，1个坏球。梁耿敬的打击，这球挥空，最后是4个好球，找到了出局。出啊了。对，也让夜魔侠2局下半的进攻现在2人出局。这时候投手可能心力的压力也会稍微大一些哦。毕竟平手啦，对，这个压力其实是。继续打击轮到背后20号的蔡存佑，球成功打进游过的有效区，哇！现在要成功抢下分数了。蔡存佑上来又能够有效帮助球队建功。2局下半2出局之后，夜魔侠攻下这场比赛的第3分，来到3-2的领先。前的滚地球，那也有确实的过了有效线哦。这边可以看到场上有一个半圆弧形的白线，是在大概距离打击区40尺的地方。你打者的每一球是要越过那条线才能算是有效击球哦。也就是讲直白、更简单的来说，你要过那条线，并且在左右的边线以内才是打到界内啊。这边再调整一下我们垒包蜂鸣器的部分哦。其实这个无线式的蜂鸣器也是我们台湾独创先发明的哦。根据我们前面的球评老师所说的，我先来看一下这球，也是成功打进场内。哇，手背先踢到球，反而形成得分了。尾号39号的郭奕伦，2局下半又为夜魔侠打下分数。重播看一下这一球，打得很扎实。对，手背这里比较可惜了，自己踢到球哦。雄霸背号26号的陈建敏。好，现在场上要来看一下，打击要轮到81号的于自成。志成也是我们每次办课程，每次都会来的。是，对，他都很认真。现在2人出局。哦，这球也成功打出去。哇！来看手背有没有机会，应该是来得及来抢分了。哇，现在手背方还没有人到，第一时间碰到垒包，再回头碰，还是来得及。训练有成，训练有成。是夜魔侠连续得分。感觉刚刚雄霸这里的手背状况哦，第一时间没能够准确的判断球的落点，后续要找球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这个打得很远而且timing也抓得很好。
让背号81号的于自成在跑垒虽然第一时间有冲过头哦，但再回头碰触垒包都还是来得及，成功的抢下分数。现在让2局下半夜魔侠攻下了第3分，来到5-2的领先了。这有时候就像刚刚我们的陈湘瑞教练有谈到哦，投手抓到感觉之后。有时候就会发生这种延续得分的情况哦，整个投打之间会越来越顺畅，打者也会越打越顺手。现在场边有出现一些状况，可以看到夜魔侠这里11号的选手又上来了解一下。比赛继续。这个先试投让打者确认下投球的位置。哇，又成功打中，也有过了有效区。哇，现在球要一路落到后面了，扑下去来得及吗？最后又是成功得分。哇，夜魔侠。现在是棒棒开花啊！连续的抢分，来到6-2的领先。再通过重播看一下这球哦，真的也是打得相当的强劲。那熊大这里其实后续有守备的机会是有跟到位的，对到99号的何昌汉，但比较可惜的是在碰到球之后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将球处理起来。在完整的做完守备动作之后，那打者已经触碰到垒包了。现在比数来到6-2，夜魔侠棒球队取得4分的领先优势。2局下半，打击要重新的轮到了蔡梦寻哦。哇，那也是这个半局他上来打第2次了，等于打了1轮了啦。对。对，再确认一下3垒方向垒包的封闭器。这个垒包的封闭器是相当重要的，你真的打出去当下是让打者来判断跑垒的依据的。那其实刚刚也有提到，现在所使用这种无线的封闭器，其实是台湾这边来率先发明的。刚刚教练有提到，其实在美国的就是整个盲人棒球发源地，他们还是使用有线的封闭器。对啊，但是其实无线的真的比较好用。对对。整体来说，因为毕竟你如果是有线的，你怎么摆放它都会是有一个让人踩到的风险。那如果以视障朋友来说，那个风险的几率就会更加的增加了。对啊。那下来球数2个好球了，可以看到头部间都不断的在跟打者去做提醒。这球挥的还是稍微早了一些。甚至刚刚也有捕手直接去调整选手，就是蔡梦寻他球棒的位置哦。球回来还是早了，可惜。最后是4个好球，形成3人出局。不过夜魔侠这个半局大有斩获，一口气吃下4分大局，现在来到6-2的领先。
欢迎继续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来欣赏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冠军赛。这场由雄霸跟夜魔侠的冠军赛的交手，比赛目前为止相当的精彩，两边每个半局都有分数进账。夜魔侠刚刚2局下半更是一口气攻下了4分，现在来到6-2的领先了。场边有应援团非常热情的呐喊。比赛现在来到3局上半，雄霸的进攻。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66号的全介普。现在蜂鸣器的状况可能再稍微做调整一下哦。确认没有问题之后，来继续来开始比赛。背号66号的全健普要来打击。对，投球的依旧是背号19号的宋展宇。现场现在有些风势哦。可能对于不管是打者或是守备方来说，也会再增加一些难度哦。不过我们这个盲人棒球所使用的球，其实前面比赛有聊到是稍微更重的一些，也比垒球再大一点。对，哇，打出去，打出去。来看守备方向，哇，确实挡住。哇，这个守备动作非常的扎实到位啊，很流利啊。对。确实的掌握住位置后，把球给接到之后再高举，非常确实的接杀，没有问题，一人出局。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课程的时候有在教的，他就是整个人扑下去，对，听声变位的时候扑下去，然后你就立刻就可以抓到球了。把自己当做手套的一部分哦，自己的身体就是个手套。龙中也有参加我们的身障盲人棒球培训课程。看看他的表现。对，现在雄霸队轮到许荣忠的打击，背号14号的许荣忠。但就以目前来看，这场比赛几次挥棒都稍微太早了一些哦。可能在挥棒的时机上要再去做一些调整，可能可以再跟投手或捕手来做一下沟通。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盲人棒球比赛当中，你投手跟捕手这每一球之内的空档都可以再去跟打者做确认哦，稍微做一下口头的提醒也可以的。两个好球，哇，还是太早了，现在3号球了。或者说，可能投手也可以考虑来稍微加快一下他投球的速度，可能尽可能去配合打者的习惯。差一点哦。对，还是挥空，那也形成了4个好球的出局，那变成雄霸队3局上半现在要2人出局了。打者轮到背号11号的李廷旭。3局上半2出局，雄霸的进攻，场边的应援团队也是相当的热情啊，在选手上场前都会喊出他们的名字，为他们大声的加油打气。对，其实，在应援方面，在盲人棒球的部分有点不太一样了。是。啊，这颗没有过。对，没有到有效区内哦，所以可能是界外球。那在对于可能我们在一般的棒球或者是在多元组的棒球是可以一直呐喊欢呼的，但是对于视障朋友来说，他们必须要很专注的去听那颗球的声音，所以他们在打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呐喊欢呼，只有在他们上垒或者是上
打击区之前可以喊一下这样子。对，这也是确实非常合理的安排，来让应援团也可以更加积极的参与这场比赛。但是当然是以完全不影响选手比赛的情况为原则来进行。现在背号11号的李廷旭要来继续他的打击，这球挥的稍微早了一些，刚刚第一球有成功的击中球，但并没有来到我们的有效区域，并没有超过40英尺的这条白线。那其实我们这样子安排应援团，我觉得不只是帮这些选手有些鼓励跟加油了，是，也让这群高中生呢，他们至少未来都知道，有视障朋友，然后他们也可以做运动的权利这样。是，我想也是最后比赛很重要的一个点是，可能让其他并不是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们能够更加的同理哦，对，能够想办法去了解他的彼此的处境，来让我们大家整个族群更加的多元的共融相处。因为其实刚刚中间比赛的空档也是这些学生又来体验我们这个盲人棒球比赛的部分。相信在经过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可能对待每一位视障朋友，他们都会有更加的同理心，能够站在他们的角度来替他们更多设想一些哦。哇！但相当可惜，背号11号的李廷旭3好球之后，这球还是挥棒落空，也形成3人出局，结束了雄霸这个半局的进攻。比赛进行到3局的下半，目前的比数是2比6。夜魔轮到的是我们的。欢迎回来，继续透过我们的直播来收看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要来看到视障组的冠军赛的赛事。比赛来到3局下半，这场由雄霸盲棒队对上夜魔侠盲棒队的交手。3局下半轮到夜魔侠的进攻，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18号的梁耿进。哦，投手换人哦。是。可以看到，现在夜魔侠是更换投手，是由背号26号的赖志杰选手来担任投手。林春佑。哦，抱歉，是由林春佑来担任投手。踢一球。就来看看换头之后能不能延续整个团队在前个半局非常不错的打击手感哦。我看起来相当不错，这球打得很扎实，哇，一路滚到了外野深处，现在要得分了。这个放弃不用紧了。哇，梁耿进这球打得很猛啊！非常强劲的穿越安打，现在帮助团队又打下了第7分。哇，直接打向了外野深处哦，跑垒也相当的迅速，确实成功碰到垒包之后，现在夜魔侠来到7比2的领先。真的是看得出来运动能力非常好的一位选手。现在夜魔侠再将投手给换回来，又换为背号35号原本先发投手我们的陈祥瑞。陈教练重新回到了投手的位置上。刚刚是专门让梁耿进来打击的一个状况。
可能要拼全垒打吧，是有可能。有可能。但最后也是有成功的打下分数啊。现在三垒方向的风鸣器，这几个半局状况稍微多了一些哦，还是要稍作的调整。夜幕侠这边打击继续要轮到22号的蔡存佑。目前团队已经来到7比2，5分的领先。这球猛力挥，但是挥空。目前球数上对打者稍微比较不利哦，2个好球，1个坏球。这球还是挥空。可以看到，其实每位选手在每次打击前都会去触碰一下本垒板，来确认自己在打击区的位置。但这球最后还是挥棒落空，蔡纯又是吞下了4振，现在也让夜幕侠这个半局1人出局。至少等于是连续比赛到目前为止，夜幕侠连续3个半局都有分数进账。打这边到39号的郭奕伦，他前次上来打击又成功得分。这球挥棒的时机稍微早了一些，挥空。也可以看到，像郭奕伦这位选手，目前打击的时候是会把他的护膝给稍微放下来哦。但其实，在守备的时候，蛮多球员都会是带着护膝的状况，因为在守备时是要蛮长去第一时间的将身体给扑下去的。现在球数来到2好1坏，这球也成功打中，来看是界内还界外，应该是没有到达有效区哦，也是先出界。让郭奕伦要来继续他的打击，仔细的确认本垒板的位置。哦，就扫向左边方向，可惜是界外，对，打得相当的不错哦，拉的稍微太早了一些。形成界外球，那一样又让郭奕伦要继续他的打击。3局下半，夜幕侠的进攻。哦，哎，又是界外球，对，几乎一样的方向哦。拉打的动作确实相当的不错，但击球的timing这2球稍微比较可惜了一些。但可以看得出来，郭奕伦这位选手打击的 power 是非常的不错，打击的力道是有的。球数还是3个好球，1个坏球。结果连续2个强劲的界外球之后，这球是挥棒落空，让夜幕侠3局下半现在这个半局的第2个出局数产生，形成2人出局。继续打下轮到背号28号的赖志杰选手，这里再确认一下风鸣器的位置哦。
哇，第一球挥得很猛啊，但球的落点偏差多了一些，在稍微外侧，而且偏低哦。两好第二球还是挥空。哇，这个打击姿势蹲得很低，哇，成功打出去，左边方向，哇，这球在界内哦。现在夜魔侠又要成功的攻下分数，打得相当的漂亮啊！但要来看一下这球的位置，最后会是界内还是界外？对，这边包括夜魔侠的成员又上来，又来进行确认。再补，再补。好，没有问题，所以最后应该是判定是有得分的。再通过曼多斯重播，哇，这边打击蹲得很低哦，结果打出去相当的扎实。对，这球应该确实是压在线上啊，等于是界内哦。最后的跑垒也非常的确实，让赖志杰帮助夜魔侠棒球队在这个半局攻下了这场比赛的第8分。夜魔侠现在3局下半已经来到了8-2的领先。打击要轮到21号的林君达。整个半局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守备的表现。继续来看进攻端能不能一样也有所发挥。3局下半2人出局，这球有达到，但最后是界外。可以看得出来，每位选手真的在每次打击前都要非常专注的来确认自己在本垒跟本垒板的位置哦，确认自己有确实的站在打击区上。啊，看到这球打进场内，过了有效区，现在守备方一路是没有跟到的，让球一路滚到后方，最后用左手来触碰垒柱，再度抢下分数。哇，夜魔侠在2出局之后连续的安打，连续的抢分。现在已经来到9-2的领先了。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的蔡梦群。再通过重播看一下这球打击，哇，一路打到左半边方向，一路滚到了外野的深处哦。基本上在前排没有办法拦下来之后，这球就完全没有守备的机会了。夜魔侠现在攻下第9分，9-2的领先。继续打击，要轮到正中背号58号的女性选手蔡梦群选手。投手的依旧是夜魔侠的先发投手背号35号的陈香瑞陈教练。哇，但看起来目前这个半局后半段投球表现就跟他背后印出来的名字一样哦，跟发球机一样的精准哦，让打者相当的好打。连续的安打得分，现在夜魔侠已经来到9-2的领先。我蔡梦群选手的挥棒时机可能要再稍微调整一下，可以看到包括捕手也不断在跟他做沟通哦。背号2号的王晨光。球数来到3个好球，对，持续的再去提醒一下蔡梦群打击的状况。选手也在触碰一下本垒板，确认自己在打击区的位置。但很可惜，还是挥棒落空，那也变成这个半局的最后一个出局数。不过夜魔侠这个半局大有斩获，现在已经来到9-2，多达7分的领先。休息5分钟，
现在时间是3点33分，我们3点38分继续比赛。
大会报告，大会报告，中场休息时间截止，请球员上场。赶快继续透过我们的直播来收看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冠军赛。这边再次提醒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中华民国身障棒垒球协会的脸书粉丝专页以及官方 YouTube 频道，还有动资 Sports 以及 Hop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都可以收看我们今年出口杯棒球赛的赛事哦。那这场视障组的冠军赛由夜幕侠对上雄霸的交手，前3局打完，现在是夜幕侠取得9-2，整整7分的领先优势。刚刚一开赛，理事长就有提到，他们今年是有备而来啊，看来真的准备的相当的充分，目标就是冲着冠军来的。现在比赛继续来到4局上半，雄霸第一位上场打击的球员，就是背号83号的王兆熙。这里雄霸投手依旧是背号19号的宋展宇选手。现在对比赛要进入后半段了，我们整个盲人棒球是打6局的比赛。目前雄霸7分的落后，再来看看4局上半能不能先有效的来抢回一些分数。我们看到夜幕侠在手背的位置做出了一些调整，这样手背方更加的偏向了右侧一些。好，4局上半雄霸的进攻。在场上可能在手背方的位置还是要再做确认一下，应该还在调整。对，观测员可能在带领他们。好，现在调整完毕，4局上半的比赛开始。挥棒落空，第一球还是稍微提早落地了，让王兆熙是挥空。感觉比赛目前看起来，雄霸的投手宋展宇在整个进球的进垒点，可能要再稍微去做一下调整，有几球都蛮明显是提早都太低了。其实他们投手都要去记每一个打者的习性。是。那其实整个比赛的最重要的投手，他真的要记的事情很多，你知道吗？非常的辛苦啊，是很困难的任务。但是打击出去，来看一下在左边，哇，这样会是界内哦，有办法确实哇，但成功接到。所以虽然说打击的王兆熙有确实的击中球，也相当卖力的跑垒，但夜幕侠的手背是更加的快速了一些，一人出局。哇，打得好，但守得更精彩哦。再来看一下这球手背，哇，球碰到之后原本会有让他反而是确定界内球的状况，但及时的回头，稍微将球给接了起来。这真的是 nice play 是背号22号的蔡存佑，守得相当漂亮。那接下来雄霸上场打击的是26号的陈建明。还是可以看到，在不断的低头确认自己在本垒板上的位置。对，像这边看得出来，陈建明就稍微是由下往上挥哦，但又有点接近整个横向去平砍的动作，这就是投手要去想办法将球丢到他整个习惯球去挥击的轨迹上面。对，
现在两球都挥空，让球数来到2个好球。那其实大家如果注意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球上面都有一个签名。是。那其实是因为这个球得来不易啦，一颗大概也要1500台币左右。是。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些志工很热心说，认捐，然后这一颗球就是他的球，他认捐的球这样子。这球成功达到，来看一下越过有效线没有问题，守备方面的机会没有确实把握，现在应该是先得分了。我们的22号的蔡全佑到了。刚刚就时机来看的话，打者应该是先。接着上场是我们99号的何康汉。看起来是出局了。是。最后是判定出局哦。那就稍微可惜了一些哦，雄霸背号26号的陈建敏选手。继续打击，要轮到99号的何昌汉。先确认两侧的封闭器的运作，让打者来确认垒包的位置。挥棒落空。哇，这球挥棒还是稍微早了一些，挥棒落空，记好球一次哦。两人出局，4局上半，雄霸的进攻。挥得非常的大力哦，但还是没办法有效的击中球。雄霸投手背号19号的宋展宇。这球打出去，来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哇，刚好在线上。这算 foul 吗？对，应该没有越过这条线哦。没有越过这个有效线，在距离打击区大约40尺的地方，击球必须要越过这道线才能算是有效的击球。稍微可惜一些，落地之后是往回旋的。所以等于是界外球哦。那何昌汉要来继续回到打击区来打击。也是很无奈的在笑了。对，这种球就真的稍微比较可惜的。稍微如果再往外转一点点的话，尤其刚才的球的落点、守备位置，夜魔侠的成员第一时间是没有掌握到的。那以何昌汉刚刚跑上垒包的速度，其实是有机会来帮球队抢下分数的。结果反而形成了挥棒落空，他也成为4局上半的第3个出局数。4局上半结束，雄霸没有办法抢下分数，还是由夜魔侠保持9比2的领先。比赛进行到4局下半，目前的比数是2比9。欢迎回来，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冠军赛。夜魔侠棒球队现在比赛来到4局下半，目前已经是以9比2来领先雄霸盲棒队。4局下半要由夜魔侠来持续的进攻。
第一位打者是背号18号的梁耿金，哇，这边也又再度换头，那看来真的是他的专属投手哦。真的。这个背号26号的林春佑，在前一轮夜魔侠进攻由梁耿进打击的时候，也是由林春佑来投球。那当时梁耿进是敲出了非常深远的外野飞球哦，等于是个平射炮啊，最后也顺利的抢下分数。本来就是专属的投打搭档啊。就来看现在4局下半第一个上场的梁耿进能不能如法炮制哦，再延续前一次上来打击的状况。第一球，要先听一球了哈。是。挥得很猛哦，想要全垒打，对，这个拉打非常的大力，身体都飞出去了。再来看一下这次的打击，哇，蓄力之后啊，但很可惜就插到球的上缘啊，是个插棒。哦，又是一样，哇，就在界内啊。哇，第一拍没有办法碰到垒包也没有问题啦，再回来碰垒，再度抢下分数。哇，梁耿进这场比赛完全展现出来他的打击 power， 也可能在拼大会奖啊。是，哇，现在也帮助夜魔侠来到10-2的领先了。再透过重播看一下这一球，哇，反方向的攻击打向右半边。这个打出去就知道相当的扎实哦，这个距离第一时间没碰到垒包也没有问题啦，再慢慢走回来再碰触得分，也帮助夜魔侠4局下半现在来到10-2的领先。那现在背号26号的林春佑来持续投球哦，打击轮到22号的蔡存佑。哦，这球也成功打出去，对，也在界内，守备方应该来不及了。蔡存佑也成功上垒，再抢下分数。4局下半，夜魔侠开局连续2位打者都成功来得分，现在来到11-2 9分的领先了。第一球就积极出棒进攻啊！我跑垒非常的快，全速的冲刺哦，蔡纯佑也成功的碰触垒包抢下分数。才换到郭奕伦，是，先前上来打击也有得分的记录哦。郭奕伦很认真，他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帮我们把美式盲棒的这个规则翻译成点字版的。哦，是。对，让大家都可以，视障朋友都可以去翻阅这个规则，更了解 NBBA 的这个美式盲人棒球的规则是怎么样。现在比赛当中连续2颗都是挥空哦，形成良好球。挥棒稍微还是早了一些。对，也非常感谢一样，就是同样身为视障朋友这样子主动热心的帮忙，让更多人能够了解、来认识、接触这个运动。对。不过郭奕伦最后是4球都挥空，那现在也形成这个半局夜魔侠的第一个出局数。现在夜魔侠4局下半已经来到11-2的领先优势了。继续打击轮到28号的赖志杰。
可以看到他打击姿势蹲得相当低哦。前一轮也是有敲出安打成功的，为团队来抢下分数。哇，也是拉打的相当的猛力啊！但这球是挥空，可以看到捕手背后2号的王晨光，再跟他讲要怎么打。对，感觉对他刚刚挥那下有点傻眼啊。提点之后成功调整打出去，但是并没有办法来越过有效线，等于算是界外球。所以要来重新，赖志杰要来重新回到打击区来继续这次的打击。我刚刚捕手的提醒是算是有效啦，至少从挥空变成能够击到球了。可能现在在引导他回到打击区的时候，看能不能再多提点一下。好，赖志杰继续打击，现在4局下半1人出局。哇！结果这球还是太早挥棒了，又是挥空。现在他成为了这个半局夜魔侠的第2个出局数，2人出局。稍微可惜了一些哦。继续打击，轮到背号21号的林君达。夜魔侠现在这场比赛已经取得11-2的领先了，这时候稍微擦棒，形成界外球。可以看到林君达选手等于是把棒子横着给甩出来了，所以整个击球的范围会稍微高一些些。对，这边在主动的要求球进垒来确认一下他想要的球的落点的位置哦。但这球挥棒还是差了一些，又是挥空，现在让球数来到3个好球。虽然说有所调整，但还是挥棒落空，3人出局。夜魔侠结束4局下半的进攻，但这个半局又有分数进账。现在4局打完，他们已经取得了11-2的领先。打出去的时候，然后就被吹翻，然后我整个人就被拉过去，然后画面就变掉。继续回来，透过我们的线上直播收看第10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冠军赛。这场由雄霸队交手夜魔侠的比赛要来到5局上半，目前夜魔侠已经取得了11-2的领先。5局上半要由雄霸来持续进攻哦。在团队一开始前面有分数进账之后，也是好一阵子没有再得分了。5局上半，雄霸第一位上场打击的是背号66号的陈建福，投球的依旧是背号19号的宋展宇。
在场上来看，夜魔侠在守备位置观测员的指示跟调整 ，OK 之后再来确认蜂鸣器的运作。之前三垒方向垒包的蜂鸣器间状况，使得比赛进入后半段状况稍微多了一些啊。先试投一球，让打者来确认一下整个球的进垒位置。背号66号的玄介普。哎，哇，差一点。对，而且挥空之后自己还稍微踉跄跌了一下，这边也要小心哦。看这个打击之后啊，稍微一个重心不稳，还是挥空。感觉跟前面几次打击相比，陈介普这一轮挥棒的速度感觉稍稍变慢一点点哦。可能也是受到体力流失的影响啊，毕竟现在的气温，先前看整个体感温度也是一度有超过40度哦，非常的炎热，对于选手来说，整个是非常严苛的考验啊。哎，差一点。对，这球感觉投的位置还不错，但陈建普并没有办法有效掌握，最后挥空一人出局。再来看一下这球进垒的位置，感觉算是稍微比较好打的地方了，但实际上并没有掌握好，可惜了一些。继续打击要轮到背号14号的许荣忠。这里雄霸是在进行换投哦。不过这位选手身上还是穿着外套的情况。但换头上来，现在打着背号14号的许荣忠，连续2球都挥空。第3球挥棒也还是太早了一些，3个好球。先让头部再确认一下投球的进垒点的投球位置。有调整之后有差，之后打进场内是界内哦。来看一下守备方的表现，哇，最后成功接起来了。其实接得很顺，对，打得也很好了。是，这球许荣忠打得相当漂亮，但只能说夜魔侠守备的表现更加精彩哦。最后也形成这个半局第2个出局数，再透过重播2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球。但打到之后，第一时间跑的方向有点错，有点跑错方向。许荣忠先往3垒跑了2步之后，再改往1垒方向去跑，所以整体时间也来不及了。但也必须说，夜魔侠刚刚守备相当的快速到位。2人出局，5局上半，雄霸的进攻要轮到背号11号的李廷旭。投手也再度换回背号19号的宋展宇。这球打到，但最后是个界外。球数形成2好球。
听一球。首先再让头部之间确认一下要投球的位置哦，打者也趁机再来好好的检视一下本垒板跟自己站位的距离。挥棒都稍微早了一些，背号11号的李廷旭。还是挥空，也让雄霸在5局上半现在3人出局，没有分数进账。目前5局上半打完，还是夜魔侠11比2的领先。欢迎回来！这场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整个视障组的冠军赛要由雄霸对上夜魔侠的交手，比赛要来到5局下半，夜魔侠的进攻，目前已经取得11比2领先的夜魔侠，这局打击是轮到背号23号的邱文生。夜魔侠今年真的是来势汹汹呢。是。其实夜魔侠他们才成立3年而已，是能够打出这样的成绩，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对，他们在昨天的预赛就是先以17比5打赢了闪电，再以4比2击败了雄霸哦，确实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投球的还是背号26号的林春佑。邱文生的打击，这球投手是有成功闪掉的，打进有效区内。有碰到是不是？看来是有先碰到投手了。这球就会等于是界外球哦。再透过重播看一下这球。对，最后是碰到了投手的左脚了。对，主审也是第一时间比出了界外球的判决的手势。让邱文生要来持续打击。这球捞得很快，但是并没有办法碰到球哦。稍微擦到，但还是没有办法有效将球击中场内。2个好球。5局下半，夜魔侠的进攻，邱文生的打击，这球擦到了，看有没有机会超过有效区。哇，这个位置来看一下裁判的判决，并没有来到有效区哦，是刚好就在线上的前，大概差了1颗球的位置，有相当可惜哦。来看一下这球邱文生的打击。其实可以看到他挥棒碰到球之后，整个跑垒非常的快。对啊。但球就刚好在这个40尺的白线之前停了下来，真的就是大概差了1颗球的距离哦。
所以邱文山要重新回到打击区，变成3个好球。3个好球，邱文生的打击。偏低再捞起来，这次有成功越过有效区了，但守备方来看有没有机会。到底这里守备是有成功掌握住哦，总是成功将球给接近了，成功接杀。再来看一下这球的重播。打上了左半边方向。哦，他这个接的很漂亮。对，挡下来是挡得相当的确实哦。雄霸背号26号的陈建敏，但主要是在这第一时间抱住球，这个裁判认定他有没有成功的离身体并且离地啊？不过就是认定是出局。那接下来打交轮到夜魔侠，这场比赛已经表现相当亮眼哦，2次。都成功得分，背号18号的2梗进，而且球都打得非常深远，非常的扎实。哦，哇，又是瞄准地球做进攻，哇，球最后落地，全垒打吗？最后是成功得分哦。哇，是不是全垒打？人也到垒了。球在空中停留时间稍微久了一些，看起来没有。对，再看一下这个角度，打向左半边，距离应该是其实是在可以守备的范围内啦，但守备方式我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判断到球的位置。对。哦，但也看得出来，真的2梗进冲刺的速度很快哦，刚刚甚至球等于在刚落地，他就已经碰到垒包了，也让夜魔侠现在来到12-2，双位数的领先了。继续打架，轮到背号22号的蔡存佑，在前轮上来打击也是有成功的打下分数了。哦，这球打进场内，而且投手成功闪掉，这下会要得分了。哇，碰触垒包也完全没有问题。夜魔侠攻下这场比赛的第13分，现在在5局下半来到13-2的领先。蔡准佑他的老婆其实是一个视障咖啡师，是，对他们家泡的，帮他们打个广告了，他们家泡的咖啡很好喝哦。哇！这球刚刚投手背号26号的林春佑就闪得非常的及时啊！面对这样子正面的强袭球，一个非常巧妙的身法，侧身闪开啊，也让队友成功的打下了分数。现在夜魔侠来到13-2的领先。哦，他们换打者了，换队长。是背号11号的选手劳恩·伊达西拔。哇，整个发型也是相当的帅气啊！对，3年、3、4年前认识他的时候，发型就这样了。对，主要是绑一个脏辫哦。哇，就在打棒球会让人想到这个中华职棒味全龙的球星哦，基辽拱冠哦。来看有没有办法像基里一样有重炮的火力展现哦，劳恩·伊达西拔。哇，但目前是挥空。感觉击球 timing 这边投手林春佑也在稍微跟他沟通一下。2个好球，哇，偏低，但硬是捞起来。虽然说有擦到球，但最后还是界外。球数形成3好球。
太早挥棒了，这球被 K 掉了。代打的劳恩以达西巴上场，但是没有办法来帮助球队在抢下分数，现在变成2人出局，稍微可惜了一些。继续大小人道背号28号的赖志杰，是打击姿势很独特的一位选手。稍微偏低了一些，但感觉这个打击非常的有企图心哦，赖志杰。好，插棒，差了一点。整个时机再调整的话，如果是刚刚一样的位置，非常的有机会把球给打击出去哦。哇，讲着讲着真的打出去了，而且现在是打穿了整个手背的布阵，哇！有机会这边挡下来之后，看是谁？应该是手背先快了一步，最后还是出局。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哇，这球不管是进攻或是手背的表现都相当的精彩啊！最后是雄霸背号99号的何昌汉成功将这球守了下来。再透过这个角度看一下啊，可惜这个跑垒一开始有点犹豫了。他手背判断也很精准的哈。对，看到在球接到之前，跑垒员还没碰到垒包，所以最后是3人出局，结束了雄霸这个半局的进攻。等等就要来看6局，抱歉，结束了夜魔侠的进攻，等等要看6局上半雄霸的反攻机会。好，现在轮到我们雄霸队的进攻，上场的是我们的王兆熙。好，这场由雄霸盲棒队跟夜魔侠盲棒队在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赛事冠军赛的交手。比赛要来到6局上半，等于是雄霸现在最后的反攻机会。比数稍微有点被拉开了，目前是13-2，夜魔侠11分的领先。那来看雄霸这6局上半最后的进攻，要一口气追11分，难度是比较高啊。打击的是背号83号的王兆熙。在前面一开赛就有提到，其实雄霸在过去几届都是拿下冠军的球队哦。对，这今年这个连霸的霸业就非常有可能要被夜魔侠给斩断了。风水可能会轮流转了哈。是，就确实如理事长开赛就有提到，夜魔侠今年准备的相当充裕啊，就是冲着雄霸而来的，目标就是要拿下冠军哦。目前来看，整个团队不管是进攻或者防守的表现，确实都是可圈可点。这球还是挥空，王兆熙第一位雄霸在6局上半第一位上场的王兆熙，最后是吞下了4阵，1人出局。继续打击，要轮到背号26号的陈建敏。以这个状况，以雄霸的角度来看哦，就真的只能想办法尽可能的来多抢点分数啦。真的是先不用管分差了，能拿1分是拿1分哦。也希望现在场上的每位这个半局能够上场的每一位选手都能够好好继续来享受这个比赛的感觉啦。1人出局，6局上半雄霸的进攻。
挥棒的时机可能要再抓一下。挥棒落空，还是挥空。其实输赢我觉得也其次啦，是最重要是大家都能够走上场，然后能够走出来。我觉得在这个出口杯它最大的价值跟意义就存在。真的是提供了，就像一开赛就有提到哦，提供一个创造平等的梦想舞台哦，就让大家知道我们这些不管是我们身障朋友或是视障的朋友，其实热爱棒球运动的心跟热情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哦，也可以非常的开心能够看到，可能不管是自己身上有遭遇什么样的比较困难的地方，但都还是能够非常的享受棒球这个运动。是战之局。对啊，我们就是要让棒球这项运动透过一些可能规则上的改变，或是一些适应上面的方式的调整，让大家都可以享受，然后让棒球不会拒绝到任何人。对。然后就像理事长刚刚也有提到的，让这些不管是身障朋友或是视障朋友能够更多走出户外来参加运动，也等于是我相信他们也会是因为喜欢这项运动，那也结交了很多好朋友哦，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真的，有因为棒球来让大家相聚在一起，也能够培养出相当深厚的感情哦。我个人就觉得，这份感受，这份大家彼此的连结，绝对会是比比赛的胜负之外，大家能够获得更加美好的东西。挥棒落空。那回到比赛当中，雄霸现在这个半局有可能会是最后一位打者，要轮到背号99号的何昌汉，就看有没有办法来想办法来延续团队的攻势啊。好球。不过目前已经2个好球了，都是挥空的状况。何昌汉这场比赛在守备端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现在来看打击能不能尽可能的来让自己也留下一些好的成绩哦。这边还是挥空，变成3个好球了。夜魔侠盲棒队现在是3-2的领先，6局上半，距离他们拿下冠军只差最后一个好球数。一球，先听一颗了哈。是。来确认一下，当然以选手的角度，自己绝对不会想成为最后一个出局者啦。何昌汉的打击没办法延续，但还是挥空3人出局，比赛结束。那也恭喜夜魔侠盲棒队，最后就是以13-2拿下胜利，也抢下了2025第10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视障组的冠军，恭喜他们！真的恭喜恭喜！真的说风水轮流转，转到夜魔侠。过去几届都是由来自高雄的这个南霸天啊，雄霸盲棒队拿下冠军，但今年的连霸霸业是断在了夜魔侠的手上，最后就是以13-2，而且夜魔侠盲棒队每个半局都有分数进账啊，这个火力完全释放，就以13-2来抢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也代表我们今年2025第11届出口杯身心障碍暨多元族群棒球赛，哇，最后一场赛事终于顺利圆满的完成了。我们理事长现在心中应该是特别有感而发啊！真的，其实我们在筹备这个比赛，其实也是花了从去年8月、9月就开始预备了，其实整大概已经筹备了1年的时间了。是。对，那好不容易，不管是任何的资源或是大家的相助之下，好不容易才把这个比赛办完，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刚刚有提到，老天爷真的给了我们很棒的天气去让大家享受棒球。对，这边其实恭喜夜魔侠，当然也要感谢雄霸队带给我们场非常好的比赛哦。我相信就像前面不断的有提到的，比赛的胜负是一回事，当然相信选手们都会想要赢球啊，但除了比赛的胜负之外，大家能够来参加这场年度的盛会哦，整个是不管是先前上周的多元组的赛事，或是这周视障组的赛事，都能够让大家好好的来享受棒球这个比赛，有一个这么盛大的比赛规模的舞台。
对啊，那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协会啦。我们协会有很多的活动啊、比赛啊、赛事，甚至是我们也有会去参与国际赛。那我们主旨就是让身心障碍者可以找到自己的舞台啦。是。那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活动，然后让他们可以享受自己的棒球，享受自己的人生。对，今天来看到雄霸跟夜魔侠赛后也是聚在一起围圈喊声哦。谢谢大会，谢谢场地，谢谢教练，谢谢裁判，谢谢志工，谢谢雄霸，谢谢大家。夜魔，夜魔，夜魔侠，夜魔侠。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超越胜负的感动。你看，雄霸跟夜魔侠一起去喊声感谢所有的人。对，真的确实就像理事长前面不断有提到的，一项赛事能够成功顺利的举办到圆满的落幕，中间真的要感谢每一位，不管是参赛者或是工作人员、裁判，每一位志工，每一位当中这其中的一份子，大家的尽心尽力，才能够让比赛顺利的举办结束哦。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那我相信球员们都有感受到大家一起努力的帮忙，所以其实对于这项赛事也都是充满着感激哦。就像我们早上第一场比赛，我们知名球评曾文成有讲到，哇，他来看这个比赛就会感觉好像出口碑就是我们这些多元族群的甲子园赛事的感觉。那我们现在搞不好我们这里新北市树林区的鹿角溪身障棒垒球场，对于这些多元族群的球员来说，就是他们的棒球圣地一样的感觉。真的。对，也相当感谢，就是不管是协会或是团队，能够来维护认养这个球场，让这有个专属于身心障碍多元族群的棒垒球场，这么高规格的场地，我自己也觉得哇，非常的荣幸能够看到来见证这样子连续2周非常精彩，让人看得热血沸腾又很感动的比赛哦。最后讲个小故事啊，其实这个球场的由来是在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去美国华盛顿放映我拍的纪录片，就是身障棒球的纪录片。对，那个时候他们就带了我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上面就挂一个红布条，上面写每个人都有打棒球的权利。它就是华盛顿他们盖的无障碍球场。那我就把这样的 idea 去带回来，然后我就在一个帕总的那个会员大会里面举手，然后就说我们身心障碍者也需要一个棒球场。那个时候就真的是洪家军洪议员他就走了过来，然后说我来帮你们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新北市的鹿角溪身障棒球场就这样子完成了。对，那也真的期待这块专属于身障多元族群的棒垒球场真的能够成为他们的棒球圣地。那也非常的开心看到今年出口杯的赛事所圆满结束了，这边也感谢我们理事长潘伟杰的讲评，谢谢主播。我是主播林志如，也仅代表我们全体辛苦的转播团队伙伴，还有辛苦的手语老师跟听稿老师，感谢您的收看。那也在提醒我们，真的会有颁奖典礼的转播，也千万不要错过了。拜拜，拜拜。